如果不踏出這一步，我永遠不知道有沒有我的位置。我公司收掉，然後我40幾歲，我們家旁邊有一個無印良品，我就去丟一下履歷，去那邊折衣服，結果石沉大海。我那時候就意識到，我應該要來改變。如果你現在也正在茫然，覺得自己太慢太老，跟不上時代的話，我想把這句話送給你們。Hello， 我是小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頻道，在這裡我會分享用簡單有質感的方式，把生活過成自己喜歡的樣子。我的頻道是在2024年7月22號正式開始的。這個月頻道即將滿2年，在我錄製這個影片的當下，頻道的訂閱總人數是9407。我記得我2年前剛開始頻道的時候，第一支影片是發的那個1字型廚房的收納，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居家收納。開始想要做頻道的時候，我就想說，那我要做什麼呢？就從我最有興趣的地方開始着手好了。2年前我拍那支影片的時候，我還記得那天早上我是沒有洗頭、沒有化妝就開始了。那我今天一樣沒洗頭，但是我有化妝，因為我已經47歲的年紀，我覺得好像人還是要化一點妝，氣色比較好。很感謝大家支持，那支影片到現在應該有10幾萬人的觀看，我記得當時很短的時間就已經破萬了。那也因為那支影片有1000多人訂閱我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在我即将迎來頻道滿2年，而且即將進入萬人訂閱的這個里程碑的時候，想拍一支影片來跟大家正式的介紹我自己，也跟大家分享我20多年來自媒體創作的拼圖。我在敘述的過程可能會很跳很亂，為了讓我有邏輯有層次的來跟大家分享。你看我還就是把自己當成主持人，然後列了一些 Q&A 來問自己，幫助我自己問答跟大家分享。你看這2張就是我列出來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題目，那我們就一個一個開始看。我這個題目呢，是我把我想要講的心路歷程，就是自媒體創作的路程，去跟 AI 討論，就他幫我下了一個這個標，我覺得還不錯，也蠻能代表我的。從報社記者到40家創作者，這20年我學到的是，如果不踏出這一步，我永遠不知道有沒有我的位置。為什麼會這麼說？真的就請大家娓娓聽我道來。起點應該是從2003年開始。你看我問我自己的問題，就是很多人是從廚房收納，或是讚美之泉、信仰那支影片，到這幾個月的這個穿搭認識我，但其實我的創作生涯應該是從23年前開始的。我當時大學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，2003年就是進到蘋果日報。那蘋果日報現在消失了，大家也知道，但是當時他進到台灣的時候，真的是對這個媒體圈是一個蠻大的震撼嗎？那我當時在報社做的工作是文字記者。我們這個單位的文字記者，他比較特別，他不是真正出去跑新聞的記者，我就是採訪記者的文字記者。這個單位叫做突發中心，它是專門是跑即時的社會新聞，車禍啊、各種意外啊、各種命案的這種新聞。就是比較負能量的新聞，因為記者他要第一時間衝到現場，搶快的情況下他沒有時間寫，所以在我們這個單位，只有我們這個單位這麼特別，他會有一個職務叫文字記者，我專門就是接受文字的一個訓練，然後去採訪記者，把他們撰寫成大家看到的報紙。23年前新聞媒體跟現在也不太一樣，那時候也沒有那麼多的比方說 Threads 或是 IG 影片或是臉書影片，讓記者可以從上面去找。我們那個時候真的就是一步一腳印的去採訪。那也因為這個記者的訓練快、準，還有內容的深度，所以我一路其實一直在創作這件事情是沒有離開的。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網紅這個年代，我是怎麼開始踏進創作這個領域？因為那個時候在報社的上班時間是，我記得是1點，然後要到晚上10點才下班。我們中午的時候會開會討論當天的新聞，決定明天報紙要刊登什麼新聞。開完會之後就開始去採訪、去編輯會議、去寫出隔天的新聞。因為很長時間我們那個文字記者就是被關在一個小房間，說關在一個小房間也怪怪，反正就是我呢上班的空間就是一個辦公室小房间，然後很多台電視，大概10幾台，就要一直看所有電視台才不會漏新聞嘛。我們就等待，就待命看今天有發生什麼新聞。我的那個單位是社會新聞，它比較是突發性質，它比較不是像專題報道，所以我們就是 stand by。那個過程我就是會有一些空檔時間，我就開始
在當時的應該是無名小站吧，大家還對無名小站有記憶嗎？那時候應該是從網絡相簿開始，然後再後來開始有痞客邦，開始寫部落格。我一開始的這個初衷只是因為我是宜蘭人，我媽媽在宜蘭，我想要把我在台北發生的一些事情、認識的朋友，透過這個網絡相簿或是網絡日記文章，一方面記錄下來，一方面就是我媽媽她可以透過這些可以看到，我也想跟我的家人分享我的生活。那時候開始就也認識了一些網友，我們那時候23歲嘛，就跟你們現在的20多歲開始在社群上面一樣，就這樣開始。那個時候就開始有一些所謂的讀者 follow 你，也慢慢的有接到一些業配合作。所以一開始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流量的概念，初衷就是把生活記錄下來，我大大小小的事都記錄。我還記得我還有一篇到現在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智齒長了一個包，我也把它詳細記錄下來。還有就是我矯正的過程，我人生很多的轉變，第一次買房子，BB 來到我們家，那 BB 是我最寶貝的狗狗，它現在的位置在那個地方。後來生命很大一個轉折也跟 BB 有關，在 BB 來我家的時候，就有很大一部分我會開始跟大家分享 BB， 因為他真的太可愛了。當時媒體也都來採訪他。2009年的時候，他心臟病這個部分，我給自己的 Q 問題是，在事業高峰的時候選擇辭去我當時其實已經很穩定的工作，然後去開了一家寵物幼稚園，陪伴這個很多病犬走到最後，是需要多大的勇氣？是為什麼這麼做？BB 他心臟病嚴重到他都會休克，我跟先生都要 CPR 把他救起來，就這樣4年。那4年過程當中，我們還帶他出國去日本2次，在當年很少的，我也把我怎麼帶他出國這些記錄都是很詳細的寫部落格。BB 也收穫了一大群粉絲，他過世的時候，我記得他粉專還有7000多個粉絲。那時候就是因為他，我開始想。他的生命沒有多少年，4肢健全，我的工作之後再早就有。現在回頭看，很像就是現在大家喊的跳脫舒適圈。我覺得我那時候也是蠻有勇氣去跳脫舒適圈。當時我在報社是副組長，底薪也7萬了。2012年其實是不錯又很穩定。我33歲的時候，我就毅然決然的辭掉。我還記得我去跟公司辭職的時候，我們主管覺得很驚訝，你怎麼為了一隻狗要辭職？那時候我真的有一個強烈的聲音，就是覺得我陪伴他的時間真的沒有多久，我真的很想要沒有遺憾的陪他走完。那時候一開始就在家照顧他，很多讀者朋友都會來問我說 BB 吃什麼 BB 用什麼，那我是不是就是把我照顧他的這個方式，除了照顧 BB 我也幫別人照顧他們的狗呢？那時候概念就覺得反正我在家照顧他嘛，就很像我舅媽就會幫他多顧1-2個小朋友這樣，那我也多過幾隻。後來一查才發現，其實你要做這個寵物照護有一些嚴格的條件限制，因為畢竟幫別人照顧生命嘛，所以就做了很多努力，事前的準備。我還去日本觀摩，因為日本做這個寵物保育真的早我們20-30年。後來回台灣，我就傾盡全力的投注了我的所有的老本，然後就開了一間叫 BBQ 的，用他的名字開店 BBQ 寵物幼稚園。那當年是因為概念很新，我们就是完全擬人化，像人類幼稚園一樣，有課表，有午休，有營養午餐，有校外教學，有各種園遊會、游泳課、畫畫課、體育課都有。然後就是很多很多的媒體一樣爭相來報道，我都沒有花半毛的廣告費去請他們來。有一個小遺憾就是我們開店的隔天 BB 他就離開，那也因為這樣，我會希望我可以好像延續跟他的這個對他的愛，然後持續的變照顧更多狗狗。那我也因為這樣就是認識我的乾兒子旺福，經常出現在頻道裡的那隻小博美，他是我的乾兒子旺福，他1個月大概就會來我們家住個1-2次，我跟他感情也很深。那也是因為 BBQ 我能夠有這個緣分去遇到我的乾兒子，可能也是因為創業吧，我那個時候真的投入大量的心血在上面，所以以至於我就漸漸的減少了我原本在部落格創作這一塊，還有就是那個時候也已經有粉專。一方面是這樣，另一方面是 BB 離開之後，我覺得我的那個熱情其實有消失，我好像寫不出來我要分享什麼，所以我就離開了這個社群自媒體圈。應該將近有7年之久，中間當然也經歷很多事情。前面的影片分享過，我有長達7年的試管的這個療程，一直很努力，想要，BB 離開以後，想要有機會可以有一個我們的小孩，
因為當時他要離開前，我們找了很多的溝通師跟他聊天。你知道人在那種很慌的時候，你會抓很多浮木。我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是不是真實，甚至寫信到國外給當時應該是就是有一本書講寵物溝通，然後請那個外國的溝通師也跟他溝通。那有一些訊息就是說他不知道會用什麼形式回來，但是他會回來，就抓着這個一絲的盼望，我們就7年的時間都一直做這個試管，很困難，我也不曉得為什麼，我各種方式都嘗試了，醫生也幫我們做了很多努力。我總共做了30幾次的取卵手術，因為我的卵子就是比較品質不好，每一次我在一整個回合的時候，我可能只能取到1-2顆，所以我通常要1-2年才有一次植入的機會。7年我植入了5次，然後總共我懷孕2次，但是最後都是可能那個胚胎不健康，所以它流掉了。去年的時候，最後一次決定放下了。很多人也會問我說：“你怎麼放下？你怎麼調適這個心情？”我覺得這可能要另外再一個來講。但是我今天稍微提一下，我當時其實要做試管前，我其實已經寫好2套劇本，一個就是有小孩我要過什麼人生，沒有小孩我又要過什麼人生。經歷那7年很疲憊，讓醫院奔波，然後有希望又沒有了，有希望又沒有的時候，我覺得我也說老實話，真的也累了。我就覺得我應該看一看我第2套劇本，沒有小孩要過什麼樣的生活？我跟先生就開始想，10年後沒有小孩，我們在哪裡？我們要做着什麼樣的生活？也因為看清楚了這個未來的方向，我在放下的時候，我覺得我是沒有遺憾的，而且我覺得我是找回了一個更完整、更好的自己，也更好像一個全新，然後想要翻開篇章往下一頁的自己。努力到最後沒有遺憾的轉身，這種放下也是一種勇敢。我不會去說它是一個失敗，試管是一個失敗。我試過了，這個劇本不行嘛，這個腳本我拍的這個的影片腳本不行，我要趕快換另一個腳本去幫我的人生寫下一段故事。放下也可以是一個勇敢。我還蠻期待這個新的篇章。後來我們店越來越好的時候，就碰上疫情。在2020年碰上疫情，那時候3級警戒，大家也知道狀況很差，不能出門。我們那時候在大直的租金1個月要15萬，就是有可能我今天1個月要燒15萬，可是我一天只有1隻狗狗來，然後我還要開着店養員工，所以就真的沒辦法了。在2020應該是20還是21，哎呀忘了，反正是在疫情的時候，我們把店收下了。那店收下的我，其實要重新回到自媒體這一塊，我其實是很慌也很茫然，我不知道我還可以跟大家分享什麼，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去找回那些老讀者。我們以前那個自媒體時代跟現在真的很不一樣，我感覺我跟讀者是很真實感。我們也有一些線下的活動，因為 BB 有辦過一些線下的聚會。與其說我的內容陪伴他們，我覺得讀者是陪我的，因为那個過程，我記得我們以前痞客邦留言有很多熟悉的賬號，我覺得他們就是好多年來都一直在給我的留言打氣。那我覺得這是雙向的，就是韓劇常常要講的雙向救贖。我的內容陪伴他們長大，他們的留言也陪伴我一路走過很多高山低谷跟很多人生的轉折，我很珍惜。但是我覺得我再回來自媒體的時候，天哪，這個世界怎麼都變了。當時2003年氣勢很盛大的來到台灣的這個壹傳媒，它也消失了耶。我真的是見證整個媒體從紙媒、數位媒體到一些新聞媒體的消失，然後現在就是人人都是自媒體，人人都是可以寫內容創作的時代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麼回來耶。剛開始摸索，我覺得很困難，特別是當文字變成影音，大家都在說短影音的時候。去年我也去上了短影音課啊，我也日更短影音啊，確實有效果。應該有一些讀者觀眾是因為 IG Reels 認識我還是一直覺得很迷茫，因為每天有太多新的創作者出來。我覺得我越來越找不到自己，我必須做轉變，我也必須跳脫舒適圈，重新去思考我要怎麼去學習新的東西。我公司收掉，然後我40幾歲，我也在想，我現在去找工作，有人要用我嗎？我的工作經歷那麼少，我就在報社就做了9年，我自己創業又做了7年，很少。我不知道我去投履歷要做什麼。然後最好笑的就是
我很喜歡無印良品嘛，你們在我頻道看到我就會喜歡做收納的，從以前就很喜歡他們的粉絲。我那時候住南港，我們家旁邊有一個無印良品，我實在是覺得我太沒有成就感，太慌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幹嘛。我想說，好吧，那我就去兼差啊，我就去丟一下履歷，去那邊折衣服，摸摸我喜歡的產品，我也覺得很開心啊。一個禮拜排幾天班 OK 吧，我就沒有跟任何人說，因為還是會覺得有點沒面子這樣子。結果石沉大海，不過就是一個 PT 耶，沒有人找我去面試。我那時候就意識到我應該要來改變。我當時也是在想說，這個自媒體有我的位置嘛。所以在2024年那一天決定要做頻道的時候，從我擅長的東西開始，然後我那天我會說我沒有洗頭，沒有化妝就是開始，因為我覺得我如果都不嘗試開始的話，我永遠都不知道有沒有我的位置。在我那種沒有洗頭、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，反而大受歡迎。我也開始去思考到現在，在網絡這麼發達的狀態，每天這麼多創作者出來。短影片大家一直滑過，究竟讀者觀眾他想要的是什麼？其實我覺得好像就是那個真實感，就是沒有經過包裝，沒有經過做一個人設出來。會不會就是因為那樣，我那一支沒有洗頭、沒有化妝的影片就有共鳴？對，反正就是因為這樣，我就開始了這個頻道。這2年來，頻道我也在摸索，跌跌撞撞。我也很感謝大家 YouTube， 你知道，每天有好像聽說有億的這種單位數的影片，我還可以有9000多個觀眾，將近快1萬人願意停下來聽我說話。我覺得這是多麼珍貴、多麼令人珍惜的事。我也想跟大家分享，在這2年頻道影片這部分，我做了什麼樣的努力。在我開始做 YouTube 的時候，其實我是沒有任何概念。那一天真的就是6點多，我突然跳起來，我就覺得好啊，就拍啊，然後也用手機啊，也不太會剪接啊。這2年我的努力是我學着剪輯，我覺得最大的就是剪輯。我現在的影片是用達芬奇，我覺得以前的我怎麼會使用這種達芬奇，就是比較是影像大製作他們，我就去学，我學會了剪輯，我學會了調色，怎麼讓我的影片顏色畫面看起來比較舒服，學會了做一些字卡，做一些音效特效，覺得這是我做影片蠻大的收穫。然後我也學會了怎麼去做封面縮圖，這一步一腳印都是這2年我學會的。我覺得支撐我的，除了就是我已經習慣了，不管透過文字，不管透過影像，為自己留點什麼之外，我覺得很大的原因是，只要有1位觀眾在陪伴我在看，就有那麼動力去繼續。雖然這麼說有點矯情，當我有時候不小心被流量綁架的時候，我真的會用這個來提醒我自己，因為追流量追不完。曾經我的部落格也是有1000萬人次的觀看，曾經也有好像很威風的那種時刻。可是你看現在就是媒體轉變這麼大，我覺得很困難的是持續的去追這個流量，但是我也不諱言，我有時候還是會被這個流量綁架。發了這個影片沒有人看怎麼辦？不可能沒有人看啊，就是多少人而已，幾萬人看還是幾百人看？幾萬人看很開心啊，但是幾百人看，有幾百人看也是一件很珍貴的事，尤其这幾百人是不認識我的，所以我謝謝今天的影片，沒有什麼分享，沒有什麼開箱要給你們，但是可以看到這裡的觀眾，我覺得這支影片也是給我自己的一個記錄，也是希望可以更真實的把創作者是什麼樣的人跟大家分享，不是一個被包裝過或是躲在一個什麼人設之下，我就是這個樣子，然後就是在家裡拍這個影片。我後來其實一直在想，真實感比這個完美應該要更有力量。其實好像不用等準備好了才開始。原本我也有迷思啊，我要學會了這個拍攝，學會了剪輯，學會了什麼有好的設備我才要開始。其實我用手機拍影片也拍了快2年，去年11月才終於添購了這個 DJI Osmo Pocket 3，開始有稍微好像比較專業的器材來拍。好，最後現在與未來，我即將跨越10000的這個訂閱，所以我在想，與其等到我10000 QA， 我想要在即將來到之前，也跟大家分享為什麼做這個頻道。我希望這個頻道未來長成什麼樣子，其實它不在我原本的
計劃當中。整個自媒體、整個創作的歷程，從以前的照片到後來文字創作，到短影音到長影音，這一路的過程，我其實沒有計劃好的，沒有想好。我初衷單純就是我很想為自己留下什麼。我也很慶幸我寫部落格，我現在有時候有一些東西斷片，我其實去滑關鍵字找我的部落格，我是找得到哎。前2天我跟我先生就想要找一張照片，因為他現在是企業講師，他在準備課的時候，他想要找到一張當年我們的一個物品，網絡上都找不到那個產品，我就想說我試試看關鍵字，就我在我自己的部落格找到了那一張照片，就讓他可以拿去做他課程的一個 PowerPoint 裡面的素材。每當這時候，我就會很感謝我為自己每個人生階段記錄下來一些什麼。現在人人都自媒體的時代，如果你真的也很想做創作者，先不要考慮流量或有沒有人看，可以先想想你能不能在你人生没有很長的日子，把自己的一些什麼記錄下來。我覺得這個蠻珍貴的。對我來說，對這個頻道未來的希望，我希望它持續的、真實的去分享我喜歡的東西，我的觀點，我真實的生活，沒有人設，沒有包裝。然後我也希望我更真誠的來面對我自己，跟面對頻道的觀眾。想要在我40幾歲的時候，好好跟大家分享人生走到現在的一些心理想法。我也知道這個議題可能不見得大家都會有興趣，不認識你的人幹嘛進來聽你這個？可是就是還是想開這個議題，給自己留下什麼，同時也給跟我一樣在這個年紀經歷不管職業的轉換，人生其實有很多起起伏伏的這個時候，可以一起來分享我是怎麼調適，我是怎麼走過的。誠摯的邀請新朋友，如果你突然看到這裡，然後你也看到最後，如果你願意跟我走這一路的話，邀請你就是訂閱我的頻道，陪我一起跨過這個1萬關卡，就是好像大概剩600多訂閱吧，就可以突破1萬的。想給就是，如果你現在也正在茫然，覺得自己太慢太老，跟不上時代的話，我想把這句話送給你們。我跟我自己講的話，如果你不踏出這一步，其實你永遠不知道有沒有你的位置。謝謝即將陪我跨過這1萬門檻的觀眾朋友們，我們一起在下一個階段，一起去創作一個新的人生篇章。半百了嘛，我要往人生下一個篇章。我現在其實是蠻有盼望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邀請你幫我訂閱頻道，然後按讚、分享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次影片見，拜拜。